事已至此，你不如从了我，给我生8个儿子。我和继妹同日出嫁，却被送错了花轿，她被抬去了我的竹马那，我被她抬到了她表哥那。我的竹马一表人才，她的表哥又黑又丑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他已与我的竹马圆了房，他的表哥像个饿虎一样向我扑来。我掏出剪刀穿了卢子斌的脸，他眼睑低垂，目光阴鸷，狠狠地对我说：事已至此，挣扎无用，你不如认命，从了我，给我生8个儿子，也有日子过。认命就去他爹的认命！怒气窜到天灵盖，我挣开他的手，凭着一腔孤勇，挥舞着剪刀疯狂地往他身上窜，一下又一下。他骂我疯子，想要压制我，可根本压不住，只得上蹿下跳，躲着我的攻击。有的他躲了，有的没躲掉。等我累极，坐下喘气。他身上至少有5处剪伤，大腿、胳膊、前胸、脸、脚，我不管不顾，只求他死。可他没死，呼啦啦进来一群人，我爹、继母、我的种马王云骥、继妹阮玲、卢子斌的爹娘。卢母见到血淋淋的卢子斌，晕了过去。卢父赶紧扶起儿子，大喊：“辅医！快叫辅医！”我爹皱紧了眉头，即便他对你有失，你也不能下如此狠手。姐姐，我知你心中有怨气，可天意如此，你为何如此狠心？他假惺惺的脸上浮现出几分得意。表哥他是卢家独子，若他有个1长2短，整个阮家……他没把话说完，看向我爹，我爹大怒：“阮绵，今日卢子斌若有个3长2短，你就给他陪葬！”王云骥满眼心疼，他看了一眼阮玲，走到我身边，拽着我的手腕：“绵绵，是我来迟了。婚约本是咱俩的，可大错已铸成。你若不喜欢那卢子霖，不愿意将错就错。”他看向阮玲，狠声道：“我抬你为贵妾，灵儿定会对你好的。”他一身的梨花味是阮玲最喜欢的熏香味道。我呕了一下，狠狠甩开他的手：“是错，还是筹谋已久？是错，还是筹谋已久？”王云骥眼球震颤，满脸惊恐，拼了半条命，我回了阮府。卢子斌血流了不少，看着吓人，可只是皮外伤，接下来就是处置换嫁的事。主教夫是阮家安排的，王家派人查了，把过错安到了主教夫身上，可谁都知道他是替罪虫，当天就携款潜逃。家主的意思，阮玲虽是妓女，但也是阮家的女儿。木已成舟，他们认下这个儿媳妇。阮绵自幼与王云烨定下娃娃亲，又与他青梅竹马长大，情谊深厚。可我毕竟与外男有了接触，毁了名声。王家愿意抬她为贵妾，但有了男嗣，抬为平妻。我们的儿媳妇被王家占了，过错在阮家，阮家必须赔我们一个。把阮绵送过去，给卢子帆磕头认错，勉强认她为妾。既然错了，那就将错就错。阮玲为王家妻，阮绵为卢家媳。我不同意，我只要把我抬入王家的嫁妆抬回来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是我的私产。王家的地位高，灵儿的嫁妆少，若不留着你的嫁妆，王家如何看得起她？你也知道啊，你以为就这样就能替他霸占我娘留给我的东西？做梦！我爹照着我的脸又要扇下来，我举起剪子迎了上去。逆女！他疼得嗷嗷叫，大骂我逆女，狠狠踹了我一脚，跑出去找辅医。他恨我，但他并不敢真的弄死我，因为祖母疼我。绵绵，不是祖母不护着你，而是你太胡闹，发现错了回来就是。为何要对卢家小子动手？是他铁了心要欺负我，他进来不与我说话，不掀盖头，不拿合锦，先把自己脱光，然后扯我的衣服。是我发现不对，掀了盖头，才发现是他。祖母，是父亲和继母算计我，他们要把阮玲嫁给王云基，担心王家瞧不上她的出身，用这样的方式让王家认下。祖母，你要给我做主。做主？如何做主？王云记与那阮玲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你现在把过错往你爹身上推。王家那小子与你相识多年，他认不出新娘不是你，他也蒙着盖头与阮玲洞房。若怪就怪你看不清，王家那小子早就有了外心，怪就怪你拴不住男人的心，不如阮玲有手段。祖母，你怎可为那阮玲说话？我才是你的亲孙女，祖母，你最疼我了，你不给我做主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是你唯一的孙辈，你不能不管我。罢了，说与你吧。阮玲也是我爹的亲生女儿。原来阮玲也是我爹的亲生女儿，她在与我娘成婚后不久，就偷偷养了阮玲的娘为外室。她不敢说，这些年阮玲母女一直在外，祖母也不知道。直到我娘病逝，我爹把他们接了回来。祖母看着阮玲与我爹相似的面容，曾有过怀疑，但我爹否认。前几日，祖母查到换嫁的缘由，要打杀了继母，我爹才把真相说了出来。母亲不可！我知道对你不住，可阮玲也是阮家血脉，我不能舍她不管。你爹说，这些年你独占阮家女儿名头，想尽阮家福分，你的嫁妆就当是给阮玲的赔偿。我知道他说的混话，可是绵绵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祖母没法再护住你。
若你那天没闹出事，我还可以再帮你寻个人家。可你众目睽睽之下与那卢家小子共处一室，你的清白已毁，嫁去卢家是你最后的出路。若我不能等你的，要么是3尺白绫，要么是青灯冷庙。你想想吧。祖母，我只问最后一句，你舍弃我了是吗？不管我死活了是吗？祖母顿了一下，你明知卢家不会善待于我，也要把我送去卢家是吗？阮绵，你不要恨我。我的命！我吐出一大口血，晕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我爹冷着脸，就是死了也得嫁去卢家。绵绵，我知你对我有怨恨，可这些年我对你尽心尽力，你却对我不亲。母亲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卢子斌是我娘家侄儿，他不差的，否则我当初也不会把灵儿许给他。尽管你伤了他，他仍愿意娶你。若换成旁人，就是妾也做不成的，但他愿意娶你为正妻。绵绵，能够嫁给他是你的福分，他一定会好好疼惜你的，你要珍惜，不要拧着性子。你爹为你愁白了头，你祖母心急犯了，你不想你爹，也要想想你祖母，她如珠似金的疼了你这么多年，她会为你再备下一份厚厚的嫁妆。姐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可别伤了自个儿身子，惹祖母心疼，爹娘伤心。我娘的嫁妆你用着可安心，你抢了我的男人，睡着可舒服。你仗着有爹有娘欺负我，可我也有娘，她正在下面盯着你。姐姐，你不能这样说话吓我。你是世上最好的姐姐，你娘也是世上最好的娘，她在下面只会期盼咱们姐妹好好的。你娘争不过我娘，你也争不过我，你们娘俩都是废物。我爹将阮玲拉到身后，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边打边骂：混账，欺辱主母亲妹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被扇偏了脸，但我眼里蹦出滔天怨恨。你想怎样？你想杀你爹不成？对着我就是一拳，把我打翻。我宁死不屈，只有一句：把我娘的嫁妆还给我。二人得意地欣赏着父亲的暴行。卢家公子到。我爹停了手，你乖乖哄着卢公子，否则你活不过今晚。阮玲得意地奸笑了一下。卢子斌给我带来了很多珠宝。阮绵，那日是我唐突，我以为盖头下是阮玲，心急了些，但我看是你，也很欣喜。无论是你还是灵儿，能做我妻，我都是愿意，都是欣喜的。虽然我知你心有怨恨，但请你相信，轿子错了之事，我并不知情。王家比我卢家门第高，让你嫁我是我高攀，可我保证，只要你放下心结，嫁我为妻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爹娘知道了此事的详情，也理解你那日的冲动。阮绵，我们卢家诚心向你求娶，你的脾气真够烈的，以后成了亲，可不能嫌弃这个疤。滚出去！他不走，反倒一步步靠近我。我伸手去摸枕下的剪刀，他猛地扑了下来。绵绵，别怕，给我生8个儿子，我家里人都会对你好的。黑厚的嘴唇往我的唇袭来，我扭了头，他没亲上我的唇，伸出的舌头舔上我的脸，恶心的我差点吐出来。幸好已摸到剪刀，他被吓得大叫着逃了出去。祖母走了进来，你是真看不上卢家，那就去王家吧。我要我娘的嫁妆了。若把嫁妆从王家抬回来，阮玲在王家也待不下去了。你已没了出路，再不能毁了她的未来。我去给你打点，争取你与灵儿地位相同，都是正妻，你们分院而居，所生子女皆为嫡子女，你也有一半管家权，这是我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好的路。至于嫁妆，我会补给你一份，不会比你娘留给你的少。我选上山。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儿，不知变通？你怎么就不能顾全大局？你怎么就不能为阮家想一想？除了你和阮玲，阮家的旁支还有多少姑娘待嫁？你这样子，谁敢来阮家提亲？始作俑者是你儿子，子不嫌母之过。若阮家女儿婚嫁困难，怪不到我头上，应怪你。畜生！我怎么会疼你这么多年？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今日你就给我滚出阮家，我会把你清出族谱。自此，你与阮家毫无干系。谢祖母成全，让我能够脱离阮家，我马上便会走。但是他日我会来讨回我母亲的嫁妆，还请祖母早日做好准备。我踉踉跄跄往外走，死！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以为我会死在阮家门外，可我命大，没死成。王云记派人把我就倒离出小院，醒来时他已给我喂了药。绵绵，你不能死，你嫁我吧，我娶你为妻。我推开他，他痛苦地看着我，我面上一片平静。没死成，我不想死了。饿了。他听了，高兴地咧开嘴角。他在小院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丫鬟，给我寻了城里最好的大夫。我不与他冷脸，他很开心，每日都来看我。我好好喝药，好好吃饭，身子眼见好了起来，不再吐血，
脸色也变得红润。他看我，美美看呆了去。绵绵，你真好看。他喃喃自语。等你身子好了，咱们便成亲。这次我亲自给你盖上盖头，亲自扶你上轿，再也不会错了。我看着他，只觉一阵恶心翻涌。他是我娘活着时给我定下的亲事。王家家风好，男子只娶妻不纳妾。我娘用了很多办法，攀上了王家老夫人，给我定下了这门亲事。可惜还是被抢了去。知道我是他未来娘子后，王云记很早就来寻我，我们可以说一块长大，经历了很多事。他一直护着我，我以为他是我的良人，可他不是。他知道我心有芥蒂，主动给我解释，你与灵儿本就长得像。那日我心里高兴，喝了许多酒，把他看成你，才与他圆房。若我那日能认出他来，我不会的。绵绵，我不知是他算计的你。我知道后我与他吵了，他说只是因为爱慕于我，他母亲为了成全他才做出这样的事来，他并不知情。绵绵，你别气了，我心里从来都只有你，只是现在阮玲也是我的妻子，作为丈夫，我会给她几分怜惜。但你放心，等你嫁过来，我一定以你为主。绵绵，我只爱你，我只会给他一个孩儿，其他孩儿我都与你生。绵绵，从那日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是懵懵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，直到我娘与阮老夫人定下来，让我也娶你为妻，我才缓了过来。说到情动之处，他来拉我的手，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，我躲了过去，他立刻难过起来。绵绵，你还在气我是吗？这只是个错误，谁都不想的，还好现在是圆满的，咱们还能继续在一起。他眼里都是焦急。绵绵，这是我知道有点难以想通，但你要抓大放小，大的就是咱们并未分开，小的就是家里多了个阮玲，原来他就与你在一个府里，又是你妹妹，其实也不是多难以接受，是不是？我低头吃药丸，除了汤药，大夫还给我做了药丸，有安神作用。他见了，哀叹：绵绵，你想睡了也好，好好休养，可莫要再想什么上山。你知道尼姑庵里冬天没有炭，夏日没有冰，每日都十分清苦，而你冬日怕冷，夏日怕热，你受不住的。娘答应我，在外面另外开府，咱们单过。我每个月回去一次，待阮玲生下孩子，我就不再去她那里。咱们的日子会好的，咱们会有很多孩儿，就像咱们之前想的那样，儿子像我，女儿像你。我闭上了眼，沉沉睡去。大夫让我每日吃一丸，我吃了3个。深夜我才醒来，守夜的小丫鬟趴在我床前打鼾，我推了推她，她惊醒。我问她少爷呢？她说少夫人来喊他，他回去了。少爷很担心少夫人。说完赶紧捂上嘴，意识到说错了。少爷嘱咐过他，在阮绵小姐面前不能提少夫人。丫鬟害怕地看着我，我没有什么情绪，只对她说饿了。她立刻说我去做饭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我在后面喊多拿几个馒头。不一会，丫鬟把饭端了进来，我开始吃，一口一口的细嚼慢咽。丫鬟等着等着，倚靠着柱子睡了过去。我把馒头揣到怀里，越过她，走到了院外，打开院门，在门上做了特殊记号，向外传递信号，此处可打劫。我相信他会来的。狡兔3窟，我没有其他去处可去，可我还有一个人可求，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说话算话。寅时，小院窗子着火，眼睁睁看着火苗越烧越大，我却爬不起来。幸好大土匪周光来了，他带人来抢劫，周边有产有钱的人家都抢了，包括我这个小院。他给我喂了解药，又把我抱出去，将我交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正压着小丫鬟。周光对她说：刘大娘，扶稳她。小丫鬟交给我。刘大娘立刻把小丫鬟推开，扶住我，待我站定。周光一脚把小丫鬟踢倒，用脚踩她的头，说：谁让你放的？小丫鬟抖得不成个，但抿紧了唇，不答。周光脚下用力，血立刻从小丫鬟的嘴角淌了下来。她也张了口：是老爷和夫人，还有少夫人，饶了我。周光抬起脚，对着小丫鬟的脖子踢了下去，咯嘣一声，脖子断了，歪到一边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对着天空，死不瞑目。女人吓得紧紧攥住我的胳膊，我并未害怕，我只定定地看着周光。此刻，他在我眼里，他就是天神，我已能站稳。他向我伸出了手，跟我上山。好，就在他要拉上我的时候，我定住，用坚定的口吻对他说：我娘留给我的嫁妆得要回来，要不回来就抢回来。周光目光闪闪，必须拿回来。他抿了抿嘴，问我：阮绵，你可知一个女子带着嫁妆跟着一个男人走，意味着什么？我定住，我只想要回我娘的嫁妆，我娘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别人占了，尤其是阮玲，我只想要这个。至于意味着什么，我迎上周光的目光，一道彩虹划过，脑子里瞬间电闪雷鸣。周光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手抖了起来。周光是已故周大将军的儿子，当年周大将军被人陷害，全家砍头。周光顽皮，多日不在府里，躲过一劫。监斩官为了凑数，要砍管家的儿子。看到那个惊恐无助的孩子，周光目眦剧烈，喊着往上冲，要把那孩子踢下来。观斩的人太多，恰逢一匹马受惊，横冲直撞，到处是惊吓的喊叫，才让监斩官没有注意到周光。我娘注意到了，她给了他一手刀，把他藏在了他的大肠之下，里面还有一个我。我娘说护好他。我娘力气小，她很快醒来，但我骑在她身上，紧紧压住她，
捂住他的嘴，直到所有人都散了，我才放开他。我娘雇人帮周家收了尸，周光傻傻的跟着我们。我娘把他送到了山上，对他说：“活下去。”周光眼神涣散，母亲又来了一句：“替周家报仇。”他眼里才有了生气。他抽泣着跪下给我娘磕头。我娘拉过我，对他说：“这是绵绵，若他日他有难，你帮帮他。”周光应下。山上的土匪不是真的土匪，是曾跟随周将军的部下，因为伤残被丢弃，是母亲买下山头将他们安置。母亲说过，活下来就好。外祖是很成功的商人，赚了很多钱留给母亲，母亲一部分用来帮助这些人，一部分寄作嫁妆。他还有女儿要保，他到这世上女子艰难，伤残人士艰难，却不知并不是钱能解决。周光懂，他跟着那些叔叔伯伯在山上打猎种地，下山看世间百态，结不良知才养山。他懂得太多，我不找他，他却会通过各种途径把消息传给我，告诉我他一直都在，都遵守对我母亲的承诺，守护着我。只是我定亲了，他一个外男不能直接来找我，除非我遇到难处主动寻他。如今他来了，站在我面前，像一座山，也像一座塔。他见我迟迟不言，便进一步问我：“绵绵，当年坚毅病逝，我要带你走，你说你能在阮府活下来，活得好，可事实是我活得不好，被继母继妹算计，被父亲冷待打骂，被未婚夫背叛，被卢氏欺辱。祖母虽疼我，但涉及阮家利益，我就是被舍弃的一方。确定了心中所想，我大大方方承认。”周光点头，看得很清楚。他看了我好一会，终下定决心：“阮绵，上山之后，日子可没有山下这么清闲。我知道位置呢，你想要个什么样的位置？我是大当家，目前也有2当家、3当家。周光，别绕弯子了，我带着我娘留给我的嫁妆随你上山。我只做。”我停下，看着他的眼，他的眼里有我，但是隐忍。我做那个表白的人。周光，我要做大当家的夫人。闻言，周光并不诧异，但还是很激动，喉结上下抖动几次之后，颤着声音问我：“做我的夫人，你可想好？”我对夫人是有要求的。你说我没有那么多功夫去猜心思，有话要直说。好，除你以外，我不会在其他女人身上浪费功夫，所以你不用怀疑我会对别的女人用心。好，我很忙，陪你的时间不会太多。好，我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我没功夫给你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你知道了就知道了，不能问。好，阮绵。周光问不下去了，他狐疑道：“你有听我在说什么吗？”听到了。周光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会对我好吗？他毫不迟疑：“会。”那就行，我只要你时刻记得，你是我夫君，你得对我好。周光眼里闪出星光，他说：“走，绵绵，随夫君上山。”我把手搭了上去。这世间若说爱谁，过去我爱我娘，爱我祖母，但若说信任，我只信任一人，那就是我娘。而我娘只信任周光。她临死前对我说过：“绵绵，王云季是我按照世间条件给你寻的夫君，可若论心，我更想把你托付给周光。只是周光要走的路注定辛苦，我不太忍心你受苦。可若那王云季不可靠，就去寻周光。”他把他和周光的联络信号都交给了我。他说：“绵绵，但愿你这一生都用不上。你祖母也答应我会护好你，除了王云季、周光，你祖母娘还给你留够了足够的嫁妆。你在官府登记造册，我娘能为我想的都想了，但她没想到人心会坏成那样。他们不要我死，想要我生不如死。幸好她咽气前留给我最后一句话：绵绵，若谁都靠不住，就拿刀。我含泪答应了她。带刀不方便，我时常磨剪刀，且从来不离身。就连出嫁那天，我也不忘揣在怀里。我和周光拜了老天爷，拜了土地公，拜了周家列祖列宗，拜了我娘的牌位，最后夫妻对拜，在一众兄弟的见证下成了亲。成亲后，我给自己改名为周坚，随周光的姓，取我娘的姓为名。我再也不叫绵绵，我不要被叫做阮绵绵，我要坚强一世。周光只愣了一下，便改口叫我尖儿。他每天忙得要死，但不忘给我弄了新的户籍。周坚拿在手里，我掉了一大堆泪。周坚帮我抹了，又塞给我一把钥匙，以后库房你管，里面的东西怎么处置，你说了算，山上的家你当。我愕然，掌管钟馗。他红了脸。现在库房中就是些粮食和老旧兵器，没有多少贵重物品，但早晚会有的。我笑着接下，管家权在手，再看山上洒落的房屋，有了家的感觉。除了周光，山里的男人都没成亲，但有几个年长的大娘，因为失夫失子，孤寡一个，自愿留在山上，帮着做饭洗衣，做好后勤工作。我跟着他们学着做饭，缝补衣服。慢慢的，包括物资调配在内，土匪娘子该掌握的活计我都会了。他们叫我周夫人或者管事的，我都应下。见我不摆架子，与他们能融在一处，很快他们就把我当做一山的人，当着我的面叨叨这些男人成天忙忙碌碌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一问就说当土匪在抢劫，可从未见官兵来剿匪，也没听说山下哪家百姓遭了祸殃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我也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我信守承诺，不问周光。成亲3个月后，我在库房里看见了我的嫁妆，件件都那么熟悉，我逐个抚摸，件件都回来了。对周光最后的一点防备之心消散。我想无论他做的是什么，我都认。不久，
我又将这些嫁妆交给了总管。总管颤着手接过清单，夫人，使不得，这是你的私产，当家的叮嘱过，无论多难，都不能对夫人的东西动脑筋。我说，无需请示大当家的，这是我的东西，给你们是我自己的意思。总管，我要你把这些嫁妆用到实处，能够护住大当家的以及山上的兄弟，包括你自己。总管眼里闪了泪光。不久，男人们的武器都更新了，山上也多了很多新面孔。刘大娘好奇，以前除了周光，这山上的男人都有残，山下的人管他们才残匪，管这里叫残山，这怎么没残的也上山了？这话被经过的军师听到，他回了一句，以后我们是周家军，从土匪变军队。刘大娘啧舌，这是被招安了。我笑，不往深了搭话。周光跟我说过会替周家报仇，也不会忘了阮家、王家、卢家怎么欺负我的，外面的事交给他，我安安心心做他的女人就好。他说的特别大男子主义，可我听了不烦，也愿意听他安排。有了新人加入，大家伙又都配了新的兵器后，周光回来的越来越晚，但无论多晚都会回来，还会带回来东西或人，人交给总管，东西交给我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我从不问从哪来的，只专心整理登记。我按他期望的做好他的夫人，他也按照我要求的做好我的夫君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无论带回来什么好的都给我。我若打喷嚏超过3个，第二天大夫就会上山。在男人们和大娘们眼里，我们是恩爱的一对，只是在男女之事上不太像。第一次行房惊天动地，小木屋差点被他晃塌。第二日，山里的人见到我们都偷笑。刘大娘还提醒我节制点，男人新婚都控制不住，可大当家嗜血生存，不能让他软了腿。我记下了，但不用我劝。第二日他就带人下山，晚上回来后便自己就睡了，太累，只要他带人下山就会自己睡。1个月只有3、4天不下山，他会关上门拉我上床，一声不吭，只吭哧吭哧使劲，天不亮就不停。我想让他停下来，怕他腿软，稍一皱眉，他就会问是疼了吗？不疼，就是怕他累到，导致他生死关头跑不动。可一转念想到1个月，他就留给自己几日贪恋红鸾帐暖，而下个月还不知道能不能有这几日，便摸着他的脸，温柔地对他说，怕你累到。他很受用，却不会停。他说舍不得停，我便不说了，由着他。每次过后，我都要扶着腰好几天。刘大娘就笑我，你俩1年不开张，开张1次顶1年，每都把我的脸羞得滚烫，可还不忘纠正，没有那么少，1个月总有3、4次的。他笑得更开心了，他说这次数可不够生孩子的，那可是大当家啊，你得给他生下来小当家。我的心沉了沉，上山之前我只想能活就行，没想过子嗣的问题。我和周光也没商量过，他对这事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，应该很难怀上，可若有了呢？当晚周光回来的依旧很晚，我睡得正沉，他把我弄醒，我眯蒙着眼对他说想了。不待我起身服侍，他已扯下我的裤子。我不悦，推开他的手，怎么这么急？他不回答，用嘴堵上我的嘴。他很少亲我，今天却亲得动情，亲得我浑身乱颤，勉强找回神识，问他这是怎么了？他依旧不答，搂过我的脖子往怀里一拉，那股劲就像火山急着喷涌，浪潮奔着勃发。我被他撞得失去了思考，靠着本能紧紧攀着他的肩膀，才没被撞到床下。周光，别发狂！我给了他一拳。他闷笑。结束后，我捧着他的脸，不容他躲闪，说你到底怎么了？他把头埋在我颈窝，许久，久到我打了个哈欠，他才悠悠地给我说道，今儿我终于可以给你一份像样的聘礼了。聘礼？你给我了呀，我看到了，你把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一件不少地都给拿回来了。不是那些是咱娘给你的。我起了好奇，那你要给我什么？现在还不能说，不过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不能说，我就不问。我想睡觉，他却不饶，一把把我推倒，手向下探去。我推他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没推动，他不答话，直接附了上来。在新一轮撞击中，我被撞晕在岸上。我和几个大娘被带下山，我们终于知道男人们忙什么了。他们在山下的小城建了一个村，开辟了几百亩良田，足够山上所有人来居住生活。看着一排排屋舍，刘大娘他们撒欢，终于能住上像样的房子了。我和周光的房子也在其中，看着高大的门楣，心下却没有多高兴。这就是他给我的聘礼吗？他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抚平我皱起的眉头。是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今儿很快你就会知道。他说小城的驻军长官叫魏平，是他父亲的老部下，给了他一个军中位置。他把山上不残的兄弟都带到了军中。他说有残的兄弟都在村里种田，收下的粮食供应军中，军中的兄弟跟他出生入死去做什么？他没往下说，我也没问。他说先住下，慢慢迎接我给你的聘礼。迎接？我疑惑，但我不问。房子很宽敞，院子也不小，我们的床特别结实，他怎么用力也不会地动山摇。他每日很早去驻军，很晚才回来。对我来说，山下的日子与山上差不多。刘大娘却觉得不同，她喜欢逛街，喜欢买东西，喜欢听八卦，每天都去城里溜达，回来讲给我听。大多是这家的丫头喜欢了那家的小子。这日，刘大娘兴奋得满脸冒光，
他带回来今天大瓜。他说城里3个大户人家都被报了丑事。3户？是啊，第一家卢家，祖传癞蛤蟆吃天鹅肉。刘大娘竖起手指头。卢家老太爷年轻时看到了被下药的小姐，他不去找大夫，却以解救的名义占了人家的身子，让那小姐不得不嫁给他。卢家老爷年轻时哪个富贵人家办宴会，他都去凑热闹，每次都守在池子边，专等到小姐们落水，他好跳下去救下。他夫人就是他救下的第3个小姐。我听晕了。刘大娘满眼神秘地说，他们家有钱有地位，知道为啥用这种手段娶媳妇吗？因为他们家祖上被诅咒过，女美男丑，女的好嫁，男的难娶，靠说亲根本找不到好看的媳妇，祖祖辈辈都靠算计。这传言，刘大娘说起了第2家，那王家，以家风清正得世人敬仰。可夫人你知道吗？正个屁，说什么男子不纳妾，那都是幌子，他们是不纳妾，但是在青楼包女人。王家老太爷都70了，在青楼还养着2个不到20岁的姑娘。我睁圆了眼睛。小时候我娘就告诉我，传言最不可信，可创新到这种程度，应该是有源头的。刘大娘开始说第3家，阮家。我心一抖，整个小城大户人家里只有我爹姓阮，前2户传的都是上2代的事，可我祖父早就死了。刘大娘大着嗓门，阮家没有老太爷，传的是阮老爷。一说他哄骗发妻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背着发妻找女人。2是说他现在的继夫人虽是卢家女，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但与他是苟合的。刘大娘话一落，我八卦的心瞬时冷了下来，因为这不是传言，我娘确实是被我爹骗娶的，我继母确实是我爹无媒苟合的。刘大娘神神秘秘，夫人，外面都说了，这3家小辈做了恶事，连累了父辈隐秘被挖，若小辈不出来忏悔，接下来来实证。实证？刘大娘啧啧，3大户都快急死了，说书馆、饭馆、成衣馆，无论去哪里都听得到。是你做的吗？3大户的传言。晚上情事过后，我趴在周光身上，淡淡的问他，淡淡的答是。脑中闪过一念，这也是聘礼的一部分吗？是。为何要这么做？今儿他们3家欺负了你，一刀杀了岂不更好？周光抓住我在他胸前画圈的手指，他们在你心里中了结。我一怔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周光说他会替我复仇，让我安心就好。我相信他，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被心里的疙瘩搞得恍惚。卢子斌令人作呕的嘴唇，王云记躲闪的眼神，我爹扇过来的耳光，阮玲恶狠狠的羞辱，祖母声嘶力竭的嘶吼，这些疙瘩不影响我对周光的信任，但每每在心中浮起，我总是不自觉地攥紧剪刀。周光什么都不说，却给我在枕头下、床头上10余处放了剪刀。3大家的传闻一直没有消失，新的消息是下一波马上就来。地方长官许成喜好热闹，下令在城市最繁华地带设置了忏悔台。他给3大家传话，若真做了愧疚之事，为了家长祖母和母亲，还是出来忏悔。我惊诧，刘大娘给我解惑说，姓许的在咱们山上待过，当时他是真的被土匪给绑了，是咱们大当家给放的，才有命参加了科举。瞬间了然，一切都有前因，许成必定是被周光授意的。可3大家怎会愿意？怎可能真让卢子斌、王云记、阮玲出来忏悔？果然，他们没有坐以待毙，很快他们就打探出来，我还活着，成了周光之妻。他们一商量，派出了我的祖母。尽管对外我是周光救下的外地孤女，他们相信只要我祖母一出面，被传言逼迫的局面立马可解。祖母拄着拐出现在我院外，他来之前，周光提醒我，他说：若你认为自己是阮家女，你将终身受制于他。我回他，我是周坚。他逼问，你坚定吗？我顿住，我不坚定。离开前，祖母疼我护我，出了事第一时间是放弃我委屈我，后来又为我筹划，当我不从他时又想逼死我。我对他的感情爱恨交错。周光说，哪怕有一丝的不坚定，见到他你都会被他拿捏住，万劫不复。我攥紧了手心，我的命得在我手里。我是周坚，为了坚定这句话我练了很久，直到入脑入心。不仅如此，周光还让我演练，他拜托了刘大娘帮我坚定。刘大娘先是大惊，夫人，原来你就是被欺负的小姑娘。后是愤慨，凭什么欺负一个小姑娘？她说，对付老太太还得是老太太，有我在，并不叫你再被欺负。她主动扮演祖母，张牙舞爪的欺负我，以各种样貌。我被她震撼到，原来欺负人有这么多样貌。她说，别小瞧咱老百姓，贵人欺负人的招数，咱也会。我点头，强迫自己淡定，按照她指导的去做。当祖母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异常的反应，第一眼便识别出来她所采用的招数。祖母满眼的怒气不争，绵绵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费尽心力给你安排了出路，你却不领情。不过是你几天你就恨上了阮家，跟王云记跑了，做了王云记的外室也罢了。我没想到你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，居然跟了周光那个土匪，还纵容他编造传言陷害阮家，那可有心？你没有心，我疼你爱你护你，你却恨我伤我气我。祖母这心疼啊，真恨不得你就死了。他声音极大，浑身颤抖，一口气喘了又喘，一番话真真假假，做足了一个因为孙女不孝而被气坏的祖母形象。很快就惹来一群人围观，我看了下，估计一多半都是他事先准备的。我撸了撸袖子，大踏步走到他不远处，指着他问管家，
哪里来的疯婆子？是谁让他在州府门口胡说八道？管家装作畏缩，夫人，这老人家口口声声是你的祖母，我怕是真的，冲撞了他，便允他在门口候着。我眯了眼，表情蔑视。老太太，你从哪里认为，以你那阴暗晦气的样子，能有我这样明媚亮丽的孙女？祖母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想在我脸上搜寻到我过去的影子，或娇憨，或乖巧，或倔强，都没有。我一本正经的自信、靓丽、严肃，她从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眼里现出疑惑。我立刻加码，老太太，你想攀附于我，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，准备了证据？若你拿不出证据，证明你所说的话，我晃了晃手中的匕首，发狠道：你说我们家周光是土匪，你猜土匪的夫人会怎么处置污蔑他的人？祖母一个踉跄，要不是他身边的人扶得快，得跌得很难看。证据？对啊，不能口说无凭啊！刚刚窃窃私语，说我忤逆不孝的人，注意力转向为证据，红口白牙，这污蔑人也太容易了。想来攀附，得有攀附的样子啊，不能因为老就倚老卖老，上来就认孙女，这是不要老脸啊！管家安排的人开始引导，祖母涨得满脸通红，她用手指着我，你软绵绵，她悲痛欲绝，自小我就疼你，你母亲去后是我养你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你个白眼狼，我是你祖母啊，你怎能不认我？不认我啊！他老泪纵横，一下下敲着拐杖，看起来马上就要悲愤去了。人群静了下来，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真实了。这时刘大娘站了出来，她指着祖母说：你个老不死的，敢说是我们夫人祖母，你也不看看，就你那副样子，你配吗？你知道我们夫人祖母是什么样的？夫人也是自小失了母亲，她父亲要讨继妻，那继妻不喜我们夫人，你猜她祖母怎么做的？她说：你许诺家娘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若再娶，岂不是背信弃义，怎堪继续为人？既然不想做人，那就死了吧。他就把他打死了，那可是他亲生儿子啊，那又怎样？敢不做人，敢欺负他孙女，那就得死。老太太那是真疼我们夫人，真护着她，给她寻了这世上最有情有义的男人做夫君。夫人出嫁时，祖母不仅把夫人娘亲的嫁妆给了我们夫人，自己又添了一份。夫人并不是老太太唯一的孙女，可那又怎样呢？你这个老太太若要攀附，你得先看看自己配不配吧。你哪里比得上我们家的老太太？你若没有镜子，我们有啊，送你一面，看看自己这副老脸，有哪一点配做我们夫人的祖母？祖母眼里闪过惊恐，她很精明，她知道话到这个份上，再闹下去就要揭开阮家的家丑，是她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了的。但她还是不甘心，我明明那么乖巧，那么听她的话，怎么就变了？她还想像上次一样逼我一下。阮绵绵，无论你怎么狡辩，你就是我的孙女，你要为你做的那些错事忏悔补偿。一副疯魔状，我握紧了匕首，脑里响起一道声音：杀了吧，杀了一了百了。我向他走去。阮家老太太，你莫名其妙跑到我府上，攀认我夫人为孙女，还要让我夫人认下莫须有的罪名，这是为我们吃屎，还要我们细嚼。周光回来了，带了一群兵，他往那一站，杀气外露，所有人吸了一口气，往外走。那可是传闻中的大土匪啊！祖母第一次见到周光，他像一座塔，他害怕了。刘大娘，你干什么吃的？纵容个老疯子欺负夫人。刘大娘一听，马上招呼府里的几个大娘，冲着祖母就扑了上去。很快，祖母和她带的人被挠得嗷嗷叫。刘大娘骑在祖母身上，对着祖母的脸仔细看，这里挠到了，这里还有一块没挠着，得补上。话落，咔一下，从上挠到下，看得人心一惊。祖母的脸没法看了，她呼哧带喘的求饶：别挠了，别挠了，打人不打脸，可刘大娘专门挠脸，这就是不要你死，要你生不如死。眼见祖母快没气，刘大娘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周光也没有下令停止。在他们眼里，祖母死就死了，我却有些担忧，阮家背后有自己的势力，若真的死了，会不会给周光带来麻烦？他刚在城里立足，这时阮父带人慌慌张张跑来，对着周光各种道歉，又奉上银两补偿。周光才让刘大娘放过祖母。阮父全程不敢抬头看我，他令人背起祖母，快速撤了。我认为最难以下手报复的仇人，就这样灰溜溜逃走，心中那个最大的结散了，呼吸起来舒爽很多。周光对我说：尖儿，这世上最难断掉的，就是对你好又对你不好的人，你总是会为了他那一点好忽视掉他的不好，总是期盼他以后会对自己好，不要去问为什么他对你好又对你不好，只需放下他的一切。刘大娘正在啃大肘子，听到这里马上接话：对，这世上最可恶的亲人，不是那种只对你坏的，那种打杀了就是，而是打一巴掌给一甜枣的，嘴上说着是为你好，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你好，而是为了拿捏，让你过不好躲不了。周光说他说的对，他很高兴，对其他几个大娘说：多吃点，吃完咱们和说书的聊去，让全城的人都知道阮家老太太有多不要脸，让她再也不敢来攀附咱们夫人。大娘们纷纷称是。周光对管家说：咱们也得加紧下一步。管家领命而去。我抬头问周光：今天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？周光低头看我，温柔看我，是。我心一紧，他马上笑着说：娶妻的意义之一，就是要愉快地接受妻子带来的麻烦。我脸色不好看，他一下子把我抱起来，与他视线平齐，笑盈盈：尖儿，我很荣幸，你把麻烦带给的是我。眼里没有一点不耐烦，
只有缱绻。他说夫妻一体，你的麻烦本就是我的一部分，同理，我的麻烦也是你的一部分。以后我把麻烦带给你，你也要愉快的接受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我眼里有他，他眼里有我。这一刻，两心交汇一处，我的心暖得不像话。比他在我体内冲撞时更让我激动，双手环上他的脖子，把头埋在他的颈窝，轻声道：好。他紧紧抱住了我，夫妻一体，两身融合不算合一，两心融合才算合一。与周光在一起，我的心越发安稳。卢子斌却在新婚夜差点被打死。我上山后，卢子斌以为我死了，他开始在富贵人家到处搜寻新的目标，用11年左右相中了魏平的妹妹魏薇。魏平是新上任的驻军长官，对小城不太了解，只知卢家是大户人家。卢家托人去说媒，求了好几个媒人都没说成，直到求了一个嘴上功夫特别厉害，带着画像去的，朗朗君子，芝兰玉树，家里又有钱，又诚心求娶，哪个姐不喜欢？此媒婆瞄准了待嫁女子的心，一顿巴巴把魏薇说动了。卢子斌这次学乖了，没去相约见面，嫁娶的流程走得特别快。传言传起，魏家也有听到。魏薇寻了媒婆，质问卢子斌长相，媒婆拍着胸脯保证，老卢家只有老太爷是真丑，到了老爷那一辈已经改良，卢子斌则与画像无二。魏薇放了心，可谁想到洞房的时候，卢子斌先吹了蜡烛，这不合规矩。魏薇起了疑心，奈何卢子斌攻势太猛，他被亲得七荤八素，便没再坚持。等到完事，丫鬟来送水，点了蜡烛，他看清了卢子斌的脸，当场吐了，愤恨至极，拿起鞭子抽他。要不是卢家早有准备，及时阻止，差点就把卢子斌抽死。魏薇当晚就叫人拉着他超级壮观的嫁妆回了军营。他放话，一定不会饶了算计他的人。他说到做到，第二日一早便拿着鞭子去找了媒婆。不容分说，一顿抽，把媒婆的脸抽开花，又把她的牙齿一颗颗掰了下来，才停手。媒婆这辈子最爱的事就是用那一张嘴忽悠人，这回一说话满嘴漏风，再能忽悠也没人愿意听了。卢家得知后吓得半死，熄了等微微消气就把人接回来的念头，立刻托人说情，主动给了和礼书，又赔了多半个府的家产，才算了事。卢家元气大伤，罗子斌的祖母娘都在闹和离，刘大娘吧嗒嘴，啧，婚姻这是讲究个门当户对，更讲究个你情我愿。你想找个好看的媳妇，你就拿出诚心来，不论家世，好好去找，总能找到。怎么我想着走歪门邪道呢？不过那卢子斌也是真的运气不好，要是遇到软弱没有靠山的姑娘，也就认命了。偏偏他遇到的都是硬茬，遇到咱们夫人用剪子把他穿了，遇到魏姑娘差点丢命。那魏姑娘那是真狠，魏薇不但狠辣，还不讲理，他报复了媒婆，报复了卢家，还不解气，居然跑到周府，提着鞭子就抽周光，斥他知情不报。周光说这不属于军情范围，魏薇骂他狡辩，存心不良。他天天出入他哥的帐中，有无数次机会，顺便提醒他哥。周光说那不在他的职责范围。魏薇长得美，脾气烈，无论周光怎么解释，魏薇只认准一门，那就是一定要给周光教训，除非他休了我，取他补偿。周光本不欲与他计较，见他如此胡搅蛮缠，提刀就迎了上去。全院的人围观，一个红衣翩翩，一个黑衣飞舞，明明是打架，看起来却很美，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刘大娘悄悄说，这怎么不像打架，像在跳舞，你来我去，有情有义。她判断的没错，魏薇嘴上说得狠，出手也快，可眼里却是化不开的怨恨以及浓情。周光出手慎重，手下留情又留情，否则以他身手，不出3招，魏薇就败了。我看得不爽，转身就走。刘大娘小跑跟着我。夫人，魏小姐看不上卢子斌，这是要以算账之名赖上大当家的。管家也跟了过来，他给刘大娘使眼色，刘大娘不接，他看着我嘀咕，不会早就有猫腻吧？只是故意来给夫人看的。管家要捂他的嘴，他一把扒拉开，嚷嚷道：若真是这样，夫人不能糊涂。我心中难受，刚刚心意相通，就欲考验。若周光真的对微微有了心思，我不介意拿起剪刀要回我娘的嫁妆，另起炉灶。心思起得很快，只是还没到高潮处，便被打断。周光一身是血，像拎着小鸡一样拎着微微走了进来，往地上一扔。刘大娘吓得捂住嘴，管家赶紧去看，人已昏迷，胳膊腿都有伤。周光对我说：今儿我不会费心思在别的女人身上。我让着他，是因为答应过魏平，若遇他妹妹起刺，先让下30招。我知你心中不满，可你的烦恼非我惹起，若你走得慢些，就会看到30招后我如何砍杀他。我心中一虚，都跳上舞了，怎能坚持看到30招？见他诚恳，我必须态度也好，有话直说。是我误会了。管家看我们夫妻在这讨论，急了，大当家的得赶紧找大夫啊。周光说不怕，他死不了。管家不管，自己跑出去喊大夫。魏薇该死，但不能死在周府。周光指着魏薇继续对我解释，他多次挑衅于我，碍于魏平，没与他正面冲突，反倒叫他想歪，以为我让着他，是我对他有意。魏薇醒了，也不管周光说什么，肿着眼，哑着嗓子，冲着我伸手，救我！我赶紧找了金疮药，对着他的伤撒了上去，又撕了布，
给他包扎，止住了血。微微放心的昏了过去。周光静静坐在那里看着我忙来忙去，不出手帮忙，直到我忙活完，他才开口：尖儿，我的路越走越往上，会吸引到很多女人前仆后继，微微是第一个，以后会更多，无论多少个，结局都和微微一样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对任何女人费心思。以后你要担负起我妻的责任，无论是谁，格杀勿论。别人的夫君都希望妻子主动给他纳妾，我的夫君要求我杀光勾引他的女人。听得我心脏要跳出来，但我连连点头应下。管家做事周到，除了喊大夫，还派人去喊了魏平。魏平很快带人过来，他诚恳对我道歉：嫂子，对不住了，又递给我好多银票作为赔礼。我本能的对他有抵触，但接过银票就放下了防备，我得给兄弟们攒点钱。魏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周光，带着微微走了。周光告诉我，魏平是他父亲的手下，在外地当值，是他使用了法子把他调到这里。他说：尖儿，你可看出不对？看不出来。周光的眼神变得犀利，他揉了揉我的头，没再说话，我也没问。第二日，魏平带人围了周府，我和刘大娘正在清洗土豆，魏巍站在魏平身后，咬牙切齿。他的伤虽多，并不重。他恨恨地对我说：要不是因为你，周光岂会伤我？你一个孤女，对他没有任何助力，凭什么占住他妻子的位置？他还要往下说，魏平阻止了他。他看向我，眼神沉沉。我本无意伤你，但我就这一个妹妹，她婚事坎坷，被卢子斌所骗，她现在就想和周光在一起，哪怕周光伤了她，她还是想要周光。我这个做哥哥的得满足她。周坚，对不住了。魏平一挥手，两个士兵举着大刀向我和刘大娘砍来。我闭上了眼，这就是周光说的他带来的麻烦吧？预期的疼痛并没有到来，见使入肉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刘大娘呲了一下，以为他受了伤，我赶紧睁开眼，却是两个士兵倒在我面前，身上各中了7、8支箭。树上、墙上、隔壁的房屋上站满了弓箭手，是周光。他带人反包了魏平，魏平和魏巍各中1箭。为什么你从来看不到我？魏巍对着周光嘶吼，周光对着他踢了一脚，把他踢趴下，向我走来。尖儿，吓坏了吧？周光，我害怕，很害怕，我以为我就要死了。他检查我的胳膊腿，确认完好无缺，松了口气。尖儿，你不会死，死的只会是他们。他嘱咐刘大娘看好我，转身走到魏平身前，对着他就是几脚，咯嘣咯嘣，魏平的胳膊腿断了。他咬牙：周光，你派人盯我，你早就想杀我了吧？我是你推上去的，你不信任我，可我信你，我把你当兄弟。周光啐了他一口：兄弟，你也配？我选你是因为我以为你是我爹的人，脾性会像他一样，结果你他妈的先是离间我的人，又要杀我的女人，你胆子肥啊！就连兄弟们的军饷你也敢贪？魏平大骇：军饷你怎么发现的？周光看向魏巍，他无产无田，嫁妆哪来的？整台。魏平狡辩：是我拿了兄弟们的军饷，给微微备下嫁妆，可我不仅仅为了他，我也是为了你。微微喜欢你，你休妻娶她，咱们兄弟齐心，共建大业。杀意从周光身体四散。魏平站立道：难道你真的要为一个女人要我的命？周光举起了刀，魏平这才怕了，他跪了下来：周哥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杀此女并非对你二心，只是见你总把这个女人放在第一位，甚至为了她推迟咱们的计划，我急啊！这个女人是个祸害，你舍不得，我替你除了。我杀她是为了让你再无干扰。周光一步步走近：周哥，等将来咱们是成，你要多少女人兄弟给你找多少，只要给微微正妻之位。周哥一脚上去，周光踢歪了魏平的脖子，他咬牙：周坚是我的命，敢要他的命，我先要了你的命。落话，他就把魏平的脑袋切了下来。接下来，在魏巍屎尿横流的惊恐中，切了他的脑袋。所有人吓得不敢喘息。许久，那些跟着魏平来的士兵醒悟过来，跪下求饶。他们都是周光的人，周光把他们带到军中，魏平拉拢他们，他们不站队，两边兼顾。周光早就要收拾他们，只待时机。这次他们背着周光，跟着魏平出来，为了魏巍杀我，时机便成熟了。他们跪倒一片，磕头认错，求周光再给个机会，以后一定一心一意跟着周光，一定一心一意护着我。周光冷道：在我这里，只有从一而终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只要3心2意，就是我的敌人，就是死。他一挥手，对着身后一心跟着他的兄弟说：射！万箭齐发，跪着的全部应声倒地，血哗哗的流，不一会就淌满了院子。我手脚凉得像冰。我终于知道周光为什么不让我问他做什么了，他做的是要命，不是谁都能接受得了的。看着一地的尸体，他们都是山上的兄弟，因为二心就这样死了。我知道周光做的没错，但我就是觉得害怕。刘大娘却很淡定，她握住我的手，悄声对我说：夫人别怕，大当家的不乱杀人，他杀的都是该杀的，咱们跟了他，只要一心一意，他会一心一意的回护。周光拎着魏家兄妹的头走了过来，他把头递给管家，挂到忏悔台，又指着一地尸体道：扔到乱葬岗。对刘大娘下令，去城里传消息，凡是欺辱过周光之妻者，限5日内去忏悔台忏悔罪过，
否则魏平兄妹就是他们的下场。他留下来几个弓箭手护住州府，然后带着军师直奔营地。他要接收驻军，他对我说：“尖儿，等我回来。”我木然点头。晚上，周光一身是血的归来，我以为是他受伤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帮他脱衣的时候，生怕漏了伤口，一寸寸地检查他的身体，腋窝摸了又摸。他大笑，把我抱起来：“放心，我没伤，这些血都是别人的。尖儿，我收了驻军，消息已传遍小城。不过我已封锁小城，消息暂时传不出去，但周家军早晚会跟朝廷对上。接下来咱们得快点把你的事办了。”“我的事？我还有什么事？”他厉声道。“仅仅阮老太太丢脸怎么够呢？凡是伤过你的，都得受到处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“怎么罚？道歉吗？若是那样，几句虚假的对不住，不要也罢。周光，不要耽搁了大事，我要你活着。”我扯过他的衣领，带着哭腔要求他：“周光，你得活着，必须得活着，知不知道？”周光用粗粝的拇指给我擦了泪，又把我扯到怀里：“今儿咱俩都得活着，还得活成人样。怎么才算人样？很快就知道了。”他眼里都是自信。我趴在他胸前听心跳声，那么有力。刘大娘不但能把八卦带回来，还会创造八卦。她站在忏悔台下宣扬周光。第一天，她讲跟着周光，孤寡也能活下来。她从山上讲到了山下，现身说法，事无巨细，成功让小城里与她一样的孤苦人表态都要跟着周光。第二天，她讲跟着周光，有残的人也能有家。她把围着她的人带到了村里，让人们现场看到，成功让家有残者的家属激动不已，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周光。第三天，她讲跟着周光，穷人也有出路。驻军中9成9都是穷苦人出身，10几个都领兵了。刘大娘说，以后要打很多仗，现在跟着周光，将来都有可能做将军。一下子吸引了所有贫苦儿郎。我和周光前在不远处看，我问他，这么容易的吗？大户人家由着这么搞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们府里的小厮都快顾不到了。周光指了指忏悔台上的2个人头，又指了指坐镇的许成。他说，现在他们只有战战兢兢的份。第4天，刘大娘讲周光爱妻子，他给了最后期限，若明日那些伤害我的人不出来实话讲述罪过，真诚忏悔，以示警戒，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人头悬挂。我问周光，真能来吗？周光说能。第5日，全城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，围在忏悔台周围。周光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坐在台上。他说，昨日阮家、王家、卢家都去找了许成，今儿你好好看看，衣冠楚楚的人私底下装的是什么样的心。周光很激动，我却平常。那场换嫁虽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小疙瘩，但经过这么多事，我已能看淡。之所以都欺负我，不过认为我好欺，至于他们的心什么样，总归就是坏的。但我没想到，这场审心还是震撼了我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对人的看法。接受审讯的在台下排队，由士兵一个个带上来。台上主位坐着许成，我和周光坐在他左侧，他右侧是记录员。第一个被带上来的是卢子斌，他本就黑丑，经历传言、成亲、和离、家闹、死前妻，眼里没有活气。他给许成行礼，他低头，忽地又抬头，眼角余光瞥到了我，满眼都是惊喜。我冷冷地看他，周光咳了一下，他哆嗦了一下。还有人看到周光不害怕，他又低下了头。许成开门见山，卢子斌，想必你已清楚，今日要坦诚的是哪件事？我问你，当初你可知你姑母筹谋姐妹换嫁的事？知道。他满脸灰败，语气平淡，好似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那你可知阮绵绵要嫁的人是王云骥，并非你？知道。那你可知道这样做是在害阮绵绵？我以为他会继续说知道，他却摇头否认起来。那不是害，嫁给王云骥是嫁，嫁给我怎么就不是嫁了？我喜欢阮绵绵，我会对她好的。第一次在姑母家见到她，我就喜欢了，很想很想，白天想，晚上想，梦里也想。她盯着我，可凭什么？无论我对她笑，送她礼物，她都不收不见。为什么我不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？她明明没什么活气，却吼着说出这些话，就像多委屈似的。许成不解，所以你就联合你姑母害人家小姑娘？她扯着嗓子辩驳，不是害，是爱。大人，你就没有爱过人吗？爱一个人，自然要把她娶回来，哪怕用些手段，那也是为她好。她理直气壮，把我听呆了。许成拍了一下金堂木，卢子斌和没听见一样，他继续咆哮，我喜欢阮绵绵，为什么要把阮玲配给我？阮玲是个什么货色？她怎配做我娘子？绵绵，我要绵绵，可绵绵为什么不选我？她不选我没关系，我想办法把她抬到我府就是了，可她为什么就不能将错就错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许成的脸快黑成煤炭了，他说，不甘心就能强娶，婚姻讲究你情我愿，怎可算计？卢子斌不服气，不能强娶，不能算计。他扯着脖子叫，大人，这世上好姑娘本就不多，不争不抢，不算计不强求，眼睁睁看着好姑娘都属于别人吗？他问许成，大人，换你，你不抢吗？转身又对围观的百姓喊，换你们，你们不抢吗？抢到了就是一辈子的幸福，不仅是我一辈子的幸福，还是我孩子的一辈子。他质问周光，你若不是存了抢的心思，怎会那么赶巧就下绵绵？他盯着我，若是事情反过来，遇到我这种情况，你不抢吗？好配偶事关2代人，
谁会拱手让人？他把心思正大光明地喊了出来。所有对他指指点点的人安静如鸡，就连我也愣了又愣。周光马上抓紧了我的手。卢子斌愤愤不平：大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，只是我失败罢了。大人明察，这不过是人正常的渴望，怎么能为过、为错、为过？许成沉默，他在思考。许久之后，许成说：遇到好姑娘，确实要又争又抢，但不能使用这种害人的手段，这是免了卢子斌的罪过。卢子斌痴看我，我转了头，被讨厌的人惦记，真是又恐怖又恶心。许成叫人把卢子斌押到忏悔台的边角，大刀立在他前面，他低下了头。第二个带上来的是王云记，这一年来，他的日子很不好过，他以为我死了。多年的相伴情谊在我死后被放大，痛苦后悔冲击着他。他怨恨始作俑者阮玲，若不是他对他起了心思，勾引他，他不会生出妄念。但他更怨恨自己，为何就要生了妄念？许成问他：你对换嫁谋划是否知情？知道。他也不遮掩，他不看许成，只看我。周光侧了侧身以阻挡，我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。若没有换嫁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他是我娘给我选的人，可他并非良人，他生了贪心。王云记直言：大人，我虽娶了阮玲，可自始至终我喜欢的只有绵绵一人。许成皱眉，若只喜欢阮绵绵，发现新娘被调换之时，为何不换回来，却与冒充的圆房？王云记顿住，这也是他问了自己无数遍的问题。事情为何就不可挽回了？到底是哪一步错了？他反复思量，最后不得不承认，是他错了，是他贪心。他啪啪扇自己耳光，扇到脸肿，他才停下。他说：所行背后都是心，我爱绵绵，只爱他一个，可得到绵绵，并不能满足我心里所有的渴望。绵绵尊我、敬我、关心我，但他看我是以平等的视线，我想要被崇拜的感觉，绵绵给不了我，我的心有了空隙。阮玲出现，补了这个空隙。谈及阮玲，他落了泪。我需要阮玲，可我又恨他，得到他的代价是让我失去绵绵，也让我违背诺言，无颜为人。王云记呜呜哭了起来。阮玲只满足了我1分的心，可绵绵是我9分的心。我答应过周姨，一辈子对绵绵好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。可我的初衷绝不是用绵绵换阮玲。许成打断他的忏悔：你是说你知道换嫁，但不阻止，不是为了换妻，而是为了既要阮绵绵又要阮玲？是，大人，我只是贪心，绝没有辜负绵绵之意。可你怎么知道阮绵绵会从卢家完整脱身？许成愣了一下，急道：我了解绵绵，她不想做的事，谁都强迫不得。她对卢子斌从没有动过念头，不可能从了卢子斌，所以你默许了换嫁。是，那若卢子斌算计成功了呢？许成指了指魏巍的人头。若阮绵绵像魏巍一样被夺了清白，毁掉终身呢？王云记看向魏巍的头，死不瞑目的眼，惊恐至极。他使劲摇头：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绵绵骨子硬得很，无论怎样都不会让卢子斌得逞的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安然无恙，绝对不会被卢子斌得逞。不会，不会。他越是强调不会，越是心虚。之前他确实认定绵绵会脱身，可魏巍的事实摆在那里，他慌了。现在他估到了这个可能，有可能像魏巍一样。若真的像魏巍一样，他跪了下来。贪心，他可以坦诚面对；若害我终身，他根本承受不了。他否定这种可能，不会的。绵绵一心想给我，他会披荆斩棘向我奔来，他绝对不会让卢子斌得逞，他会理解我的，他会理解的。他会吗？许成替我问道。王云记终于想起，我就坐在上面，他看向我，眼里都是哀求。我冷若冰霜，若眼神可以具象，那么我的眼神早就将他千刀万剐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我不但不会谅解他，我只会恨死他。他摇头，摇头，疯狂喊叫：别恨我，我没错，就算有错，也不算大错，更不能算错。我不过是既要又要，算什么罪过？他对围观的百姓喊：若是2个女子都喜欢你，都愿意嫁给你，你们不想都要吗？他对许成喊：大人，你也是男人，您会拒绝一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女人的请求吗？他又看向我，眼里都是偏执和不甘。我9分心给绵绵，1分心给阮玲。绵绵为何就是不接受？哪个有条件的男人不是3妻4妾？何况这是法制允许的，为何我就是不可以？他只敢说绵绵，不敢直接质问我，因为周光的眼神快结冰了，现场都是嘘嘘声。这就是男人赤裸裸的欲望，可没人反驳。许成擦汗，他扬咳了一下：是，本朝允许纳妾，你想纳妾就光明正大的提，为何做这样阴险的谋划？王云记忽地笑了：谋划？我若不这样谋划，就算王家同意我纳妾，绵绵会同意吗？只要我提，他第一时间就会和我退婚。事情发生后，我要把他接回王家，他拒绝，祖母给他争取平妻位置，他不要，就是不可以啊。为何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要了阮玲就一定会失去绵绵？为何我会心存侥幸，认为绵绵会委屈接受？他又摇头否认：不对，绵绵会接受的，多委屈都会接受的，因为他没有退路。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周姨给他留了退路，我不知道的退路。周姨误我，既选云记，为何还要背个周光？他不再顾忌，他恨周光，他对着我喊：绵绵，我才是你的夫君，你别选他，选我，选我。我转了头，捂住了耳朵，不能看他的脸，也不能听他的声音。许成赶紧叫人把他拖到了一边，大刀一晃，
他低下了头，闭了嘴。周光用手包紧了我的手，阮玲和其母被带上来。阮玲已有身孕，她挺着肚子，不慌不忙走了上来。阮母在其身边扶着她。许成问阮玲：“你为何要阴谋换嫁，害你姐姐，罔顾伦理道德，血脉亲情？”阮玲一直在外面候着，知道说真话真的可以脱罪。她淡然道：“大人，我也想问一问，既是做阮家夫婿，那为何王云记不能做我夫婿，非得是阮绵绵的？”许成一顿，乍一听有理啊，